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美国媒体福布斯网站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准备部署第一支 F-35C 隐身战斗机部队。如果 F-35C 有了空中加油的保障支持，它的作战半径据说可以达到数千公里，可以穿透敌方的防空体系，打击敌人纵深的目标，比如说地面的补给基地、重兵集结地域和指挥通讯设施，将成为美军航母上的具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战斗攻击机。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美军314中队的指挥官马克·迪翁少将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中队更专注于轰炸和攻击小国的武装分子，因此他们的空中格斗技能逐渐也会下降。那么 F-35C 的弱点是在隐身模式下，其挂载的空对空导弹数量以及空对地武器的数量比较有限，需要尽量避免以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战机进行空战。何况 F-35C 挂在联合区外弹药时最多只能挂载2枚，这就意味着 F-35C 在面对中国战机时要想夺取空中优势或者是实施对地打击都是非常困难的。让人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次选择的隐身战机的机型不是 F-35B， 也不是 F-35A， 而是 F-35C， 这确实是让人想不明白。也有可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高层脑瓜进水了。我们知道 F-35B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型号，它主要是用在两栖攻击舰上，因为 F-35B 具备垂直短距起降能力，完全可以在甲板面积不算太大的两栖攻击舰上起飞和降落。那么它如果配备了 F-35C， 实际上是不可能用于两栖攻击舰的，因为 F-35C 是一种常规的舰载机，它采用弹射起飞、拦阻着舰的方式才能在航空母舰上使用，在两栖攻击舰上是没有它的用武之地的。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引进 F-35C， 只能把它放在岸上来使用。那么就航程而言， F-35C 可能会比 F-35B 要大一点，因为 F-35B 的很多空间要用于安装升力风扇，因此就没办法载油了。作战半径它是在这3款 F-35战斗机中最短的，那么其次就是 F-35C 了。但是 F-35C 作为它岸基型飞机，就有那么大的好处吗？航程是远一点，但是载弹量应该说不会有太大变化，除非它的翼下挂载其他的弹药。但是在翼下一挂载，那么雷达隐身能力就要全部丧失了。何况作为舰载型的隐身战机， F-35C 的机动过载非常小，只有 6.5个 G。 那么 F-35A 的机动过载多少 G 呢？9个 G。 显然在近距格斗方面， F-35C 比 F-35A 要差很多。但是为什么这次美国海军陆战队不选 F-35A， 而偏偏要购买 F-35C 呢？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可以讲，无论是 F-35B 还是 F-35C 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要么是腿短，要么是机动性差。何况它们的单价还比较高。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属于美国海军系列，因此它购买 F-35C 和 F-35B 是一样的，都属于舰载机。但这样的解释相当的牵强。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引进 F-35C 之后，它要干什么？实际上是要对中俄的目标实施纵深攻击。但是这样的作战能力它有没有？有了，能否实现呢？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确实它具备较强的纵深突击能力，因为它具有隐身这种特性。但是面对中俄强大的防空火力，他们的生存概率会非常低的。再加上机动性又不好，引进这样的所谓的舰载型战机作为它岸基飞机来使用，可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虽然可以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隐身战机的数量，但是能力的提升还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这么讲吧，从这个事例就看出来，美国军方特别是一些军种在武器装备的构建方面现在存在着乱象，这些乱象最终有可能导致它的综合作战能力的降低。那么无论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购买 F-35B 把它部署在两栖攻击舰上，还是购买 F-35C 把它放在固定的机场上，他们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反舰武器系统，恐怕生存能力都不会很高。中
国的东风快递、俄罗斯的锆石、锆玛瑙等反舰导弹武器系统，可以说对它的固定基地和海上移动基地都会构成致命威胁。今后这些买来的 F-35C 到底会怎么使用，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恐怕很难达到它的目标，因为仅仅靠 F-35B、F-35C 是根本无法有效应对中国的拒止作战能力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